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今天收到澎湖空运来的猪齿鱼。上一次去澎湖第3渔港的影片里有拍到这种鱼，当时没有买，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处理。听说这种鱼的鱼头炖汤是极品，这次请澎湖的高先生帮我寄一条来。这个鱼超过5公斤重，身体超厚的。中文正式名称是邵氏猪齿鱼，俗名有很多，有的叫九烙，叫四齿、青衣、寒鲷。最大的特色就是下颚很软，圆弧形的下巴里面都是胶质。它是龙头鱼科，额头的鱼皮很厚，摸起来很软。有的人叫四齿，是因为它有山猪一样的犬齿，从正面看就露出4个獠牙。那台湾鱼的俗名非常混乱复杂，像九烙这个名词，通常指的是另外一种粉红色的蓝猪齿鱼。那粉红色的鱼为什么要叫蓝猪齿呢？我猜是因为它活着的时候身上有一层粉蓝色的光。那尖头湖鲷的俗名也叫四齿，因为它们都有明显的4个犬齿。绿色的莺歌鱼也有人叫它青衣，但是莺歌鱼的牙齿是整片的，中间有个缝，看起来就像石雕的那种龅牙。两侧鳃盖的中间也是很厚的胶质，先剪开来才能把鳃盖拉开。那这个鱼早上空运，我拿到之后在台北参加活动，一路冰到晚上才处理。我不确定血还能不能放出来。鱼鳃后侧靠近脊椎的部位，刀都插不进去，有个很硬的东西挡住了，应该是鱼尾前端的燕齿挡住了。粉红色的猪齿鱼以及莺歌鱼都是这种构造。那鱼血放不出来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肚子里黏液太多。下巴肉超多，骨头非常硬，鱼头加下巴可能就占去1半的重量了。高先生说，这个绿九烙最值钱的就是这颗头，没有鱼头的话，没有人会买。鱼鳃很尖锐，很刮手。这个就是超大颗的燕齿，表面还有凸起物，用来磨碎食物的。这个是鱼的气囊，晒干就是花椒，这个很好吃，要留下来煮汤。这种鱼血很少，放血放不出来，肚子里面也只有一点点。脊椎前段有2块大的骨头，刚好顶住了前面的燕齿，刚刚小刀就卡在这个地方。鱼弄好先冷藏降温，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燕齿。半月形是上方的燕齿，上下互相摩擦就能磨碎珊瑚礁、甲壳类的东西。鱼标内外都有血块、黏膜或油脂，全部都要撕掉，吃起来口感才会好。像这样冰起来，等煮汤的时候加进去。我怕这个鱼太新鲜了，鱼肉会硬，包起来放几天再拿出来吃比较好。感觉鱼的油脂不多，也不用熟成太久。我去拿一个东西回来，我原本的床垫是太太从娘家拿过来的，用了很多年，最近想要换一个，我联络了德国 Emma 床垫，他们寄了一个来。德国 Emma Hybrid 床垫寄来就长这样子，它是整个把它卷起来吸真空塞进去的，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床垫。今天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原本担心说这种床垫会不会轻飘飘的，不太踏实，但其实有些重量。打开来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 QR code。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他们公司以及如何组装，你可以扫这个。那它这边有附一个刀片，这个设计还蛮安全的，你这样推的时候不会割到自己。我想要换床垫的原因是因为太太的腰跟腿很容易酸，去看医生说是有椎间盘突出，但是我们不想要做手术，这个多少有点风险嘛，想先从改变生活习惯、没事多拉单杠、多注意姿势等等的方法来看看能不能稍微改善。我们去年因为拍摄跑了好多地方，睡了好多旅馆民宿跟朋友家，更觉得床垫是很重要的。Hybrid 独立筒床垫还有做把手，你可以提起来。有搬家过的人就知道，床垫其实蛮有分量的，有把手会方便很多。床垫的外层布套呢有拉链，它可以拆开来清洗。老婆应该非常高兴吧？这里面就是它那个独立筒，你可以套上专用的防水抗尘螨保洁垫，它这个是防水的，不小心液体沾到的话不用担心，还能有效减少尘螨过敏的数量，减少89.3%。
这个德国 Emma 黑钻石记忆枕里面有3种材质，第一层是石墨烯凉感透气，看你喜欢哪一种，你可以打开来调整。就用你最喜欢接触头的那一面放在最上面，也可以自己调整高度。这个外层布套当然也可以拿去洗。好，那全部都开好啦。接下来我们就睡一段时间，再来谈一下我们觉得这个床的感觉如何。我目前睡了3周，我感觉蛮舒服的哦。Hybrid 床垫独立筒加上记忆棉5层混合设计，可以在刚性支撑下保持柔软，跟身体接触的压力都很平均哦。那我现在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会醒来吗？不会，我都可以一路到天亮。Hybrid 独立筒床垫的抗扰动性，伴侣翻身的时候都不会有影响。那侧睡时候的支撑感跟包覆感都会有，起床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酸痛，但还是有一点点啦。我以前做过房仲嘛，我记得有个客户跟我说啊，他觉得台北市的房子大多都不能称为房子。他说充其量啊，只是一个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存放躯壳的小盒子。那按照这个说法呢，床大概就是这个小盒子里最值得投资的，因为在这个空间上面，我们要待1/3以上的人生。那有一个好的床垫呢，绝对是很值得投资哦。Emma 是德国品牌，欧洲销售第一，全球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，那还有75个以上的国际奖项认证，在荷兰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都被评选为最佳的独立筒床垫。那愉快的睡眠体验啊，对生活的质感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，在工作时候也可以强化我们的工作表现。如果你刚好想要换床垫，可以参考德国 Emma 床垫，他们有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以及10年保护哦。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连结，现在有母亲节活动，全馆最低55折，输入我的优惠码 HOMESASHIMI， 除官网活动外可再享9折优惠哦。经过48小时，要打开来分切。这个肉太多了，自己吃不完。按照惯例，要分一些给频道会员。你看这个鱼放久了，外表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鲜艳了。9烙的鱼鳞非常大片，加上黏膜超多，去除鱼鳞弄了很久。打鳞的时候要泼水比较好操作，那就用熟成冰箱里的冰盐水，这样子整个鱼肉温度比较低。你看这个脊椎前面的大骨头卡在鱼鳃这里，下颚两侧里面都是胶质。切开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厚的鱼皮像是绿色的蒟蒻，这样子有点像那个鱼头蛋糕，对吧？业者可以考虑看看这种造型哦。这个鱼皮超厚的，比石斑鱼更难切，所以反手刀从里面割出来会比较好。但也因为鱼骨头很粗，会顶住刀，很轻松就能贴齐鱼骨分切，造成一种技术很好的假象。大家知道香港有4大鱼王，今天吃过青衣呢，就只剩下苏梅鱼没试过了。但在台湾，苏梅鱼是保育类，吃了要坐牢，只能去别的国家尝试。但我前一阵子看到富裕苏梅成功的，也许有生之年会吃到。我应该常往中南部走的，养殖鱼的种类比我想象的多很多。鱼腹骨超粗硬的，必须用剪刀剪，轻松又安全哦。肉很白，看着很像大加辣的肉质，还是有一些血在里面，这个要擦掉。鱼肉很软的时候，先把鱼皮割开，然后翻过来，把肉放在下面，鱼骨在上面，这样子会比较好操作。鱼肉自然下垂，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骨膜，鱼肉也不会被拉散开来。喷多点冰盐水，纸巾包住，放冷藏吹一阵子风，把鱼血尽量吸出来。鱼腹部很大片，整块分切，可以烤，可以蒸。
鱼肉中间几乎没有血和肉，也没有什么皮下脂肪，全身的营养都拿去头部变成胶质了吧？鱼皮超难拉，这整块鱼排做成西式料理应该会很不错。背肉的部分分切成一大块，用昆布包起来，吸真空1天，明天再吃。这个鱼肉味道很淡，用昆布补一下它的气味。吃不完的都做抽奖了。又隔1天，今天要吃了。这个是包昆布的鱼肉，绿色就是昆布的味道进去肉里，但其实也不一定要包。有一些日料店会加昆布在酱油里面，那意思一样，都是加强鲜味，而且这样做水分会少一点，肉质就比较不会软散，口感更 Q， 看起来有点像坏掉的肉。来做高丽菜炖酒酪，一般我吃的酸菜都是白菜制作的，那澎湖人都用高丽菜制作酸菜。为了搭配这个酒酪鱼头，我今天用的是澎湖高丽酸菜。除了加鱼骨汤呢，鱼鳞我也留着，单独熬了1锅水，这样子汤里面就会有满满的胶质。鱼头剁成2半，不然太厚了。鱼头是非常难剁的，所以两边不一样厚。这个是鱼头下方的2块鱼皮，鱼头要炖久一点，炖烂一点。鱼肉不能够这样炖，会变得很硬，所以先炖头。要吃肉的时候，最后上桌前再加。上一次煮豆皮撕开被观众骂，这一次不撕开了，直接塞进去。这个厉害了，这个是做生鱼片剩下来的鱼皮，昨天切好之后烫一下放冰箱，整个变得很厚很硬，放进汤里面煮软，吃起来肯定很棒。好吃吧？好吃哎，很好吃。